就在6年前，朋友介绍我看一个叫双生子燕的 YouTube 频道，影片里有个人叫乔乔，他讲了这么一句话：很多人都没有意识的活着。我当下的反应是有一点轻蔑，就会觉得怎么这个人这样子讲话，就把影片关掉啊，心里想搞不好又是哪一个大师出来骗吃骗喝。也就是在那之后的一整天，这句话就一直不停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，很烦欸，怎么一直想到这句话？就当我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厌烦的同时，也莫名的疑惑起来，难道自己真的没有意识的活着吗？不对啊，我有理想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有想做的事情，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啊。可是好奇心还是把我拉回去，我重新打开影片继续看下去。那个内容似懂非懂，但有2句话让我停下来，也是来自于巧巧。他说很多人都被生活的情境拉着走，被情绪反复的控制着。我被情绪控制，有情绪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？喜、怒、哀、乐，这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啊。就像跌倒以后一定会感觉到痛，虽然说不一定会哭，可是一定都会觉得自己很倒霉吧？这是正常的，不是吗？那他们说的被控制是什么意思？也就在那一刻，我开始回想起生活里种种的经历。小时候会因为别人讲我丑而哭，被霸凌的时候也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很有问题，为什么是我？比赛没有姐姐拿第1名厉害，所以把第5名的奖杯藏在书包里，回到家以后当作没事发生一样，因为不值得庆祝。长大以后也会因为上司的冷落而感到失落，被骂的时候也恨不得直接甩头走掉，业绩没有达标也会觉得很丢脸，为什么自己是那个拖油瓶？是不是不够努力？还是我没有天赋？赚钱赚得不够多，应酬的时候脸还是要抬起来，笑容满面，顶着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这句销售界的金句，就只是为了遮盖那个自卑又羞耻的影子。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想站在那里，因为感觉站在那里的人头上好像都顶着业绩的分数。大家虽然表面不会看不起你，还会帮你加油，可是在心里都会默默地帮你贴上标签。因为我自己也这样。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以前做 sales 的经历。那个时候的我很常在下班以后，大概8、9点这样，有时应酬的时候到12点多1点，就会一个人吹着夜晚的风，只有这个时候才会感觉到那颗紧绷的心终于可以喘一口气，然后想着到底几时才可以过上理想的人生。想到这里，我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知道啊，就是努力做工，赚很多钱，然后跟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，
实现财务自由、时间自由，到时候想干嘛就干嘛咯。可是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办法让你实现这些自由？那时候的我觉得，只要努力就会有机会，有机会就会有钱，有了钱就会有时间啊。然后呢？有钱有时间以后呢？你想做什么？不知道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感受到，原来自己是那么的迷茫，也让我看见自己每天都忙得像只无头苍蝇，每天都很用力的在飞，但是银行户口里面的数目，觉得我不够努力。所以我想要的是来自于自己吗？还是这些都只是社会制定给我的？如果抛开钱、时间、社会地位，任何的批判，你想做的是什么？你喜欢什么？你真正要的又是什么？经过这一轮在内心爆炸式提问以后，我的心就突然抛出了这句：那要怎样才是有意识的活着？然后我继续的听着双生子燕分享的内容，然后重新不带任何的评价，就只是听进去。然后慢慢的我才明白，原来他们讲的被情绪控制，指的是我们在面对某种情境的时候所给出的反应，将会决定我们未来人生的走向。从小习惯被批评的时候就不开心，久了以后不开心也变得没有意义，因为不管怎样难过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所以长大以后被批评，不是不在乎，是内心早在某一次的挣扎里面慢慢放弃了。不反抗不是因为我想通啊，只是因为试过太多次，所以知道挣扎没有用。这也许就是一种被设定好的反应，不是你选择的，只是过去的经历在帮你做决定。就像被骂以后，我会习惯性觉得伤心、委屈、想哭，然后在失败以后的沮丧、自责，还有无限的自我怀疑，在未来就会陆续发生这类的事情，去引发这些情绪的出现。所以我们在遇到事情以后给出的情绪，就会像回旋镖一样回到我们的身边，形成一种循环。我记得以前被霸凌的时候，别人叫我不要伤心啊，不要难过，我就会跟他们讲，可是我就是很难过啊，要怎样不难过？难道要跟伤害我的人道谢吗？但现在想起来好像真的可以耶，搞不好那个人应该会很尴尬，然后就不好意思欺负我啊。以前的我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不开心很久很久，有时候甚至还想看到对方一脸对不起的样子，我才会甘心。内耗、压抑、恐惧、愤怒、嫉妒、自卑，其实都是很难受的。这也就是当时的我决定改变的契机。但是改变不是等到完全想通，或者是某一天开窍你就变了，你就变好了。有时候道理很容易听进去，但是要真正活进去是需要练习的。
虽然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，但也就在那一念之间，就已经是人生转变的开始。这也就是这个频道存在的原因跟动机，单纯的想记录下这个转变的过程，那也顺便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经历，想让在看这个影片的你知道，在人生这条路上，你我其实都不孤单，因为有好多的我们都在用不同的人生做着一样的功课。也许练习觉察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转变的第一步。先看见我们的情绪，才有办法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，我们才有机会做出改变，对吧？这集就简单的跟大家聊聊，为什么我会想要创建这个频道的初衷。你有没有因为哪一句话缠着你一整天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。这里是爆米花实验室，我们下期见咯，拜拜。